2026年6月9日，难道是天一珠的作用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？这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前世的覆辙，要早早进入游戏，立于时代最下的债，要一笔笔追讨回来。沈清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几点了还不来公司？难道工作不想干了？咋不干啊？这是你的职责。我不干了！给狗资本家当牛马，一辈子都吃不上4个菜。上班？上个屁！天大地大，无事最大。这样就够了。进游戏，抢占先机。欢迎来到神话世界，请为你的人物命名。任逍遥。是否调整人物形象？不用了，咱这张脸早就已经帅到极点，没有任何调整修饰的余地了。人物建立完成，正在觉醒天赋。游戏天赋至关重要，分为天、地、玄黄4个品阶，而我只觉醒了一个最普通的黄阶天赋。恭喜玩家任逍遥觉醒仙阶天赋。杀伐正道，每击杀一个目标单位可以获得0.1点冰冷的，属于顶级猎杀者的永久属性值。仙阶天赋，杀伐正道，什么情况？不是说仙阶天赋没有可能先天觉醒吗？难道说这一切还是天女珠的作用？不但让我重生回来，还改变了我的先天命格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逆天改命啊！仙阶天赋可是号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至尊天赋，前世数年时间里能够成功觉醒的人都凤毛麟角，然而其中任何一个都是绝对的狠角色。在觉醒后几种级别的逆天天赋，再加上前世的记忆，看来攻略方案需要调整了。觉醒那层万年不变的神菊般的灭你与赠礼，第一次出现了丝丝裂痕般的变动。他没有注意到的是，直至半个小时过去，依稀记得当年自己登录游戏初见9天玄女，至今为天人，又听说了一些与劫影神使使发生互动可以获得奖励的骚操作，可没少的仙女剧情都没有变过。现在觉醒了仙品天赋，坐在这里啥都没干，临走就有礼物白给，这待遇差太多了吧？这年头神仙也看人下菜碟。错。哎呀，令整片天地都黯然失色。神话游戏的 NPC 到了后期，可都是会降临到现实中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自己很有可能再次见到9天鱼女，了结今日这份善缘，女大3000包。3天之后才能开奖，也就是说现在没什么用。部队召会，看一个，看一个。拥有前世的记忆，对新手村里有哪些任务可以接，称得上是门儿清。你媳妇儿不是生病了，是撞了邪，需要用灯笼怪的蜡烛才能治。但灯笼怪只在十里坡的乱葬岗附近出没，危险无比，谁能去？交给我吧，我最会杀灯笼怪了，一定能把蜡烛带回来。太好了，这位勇敢的少侠，你真的愿意接下这个危险的任务吗？江湖儿女，易容辞。十里坡，
顾名思义，在仙手村10里之外，距离很，而且怪物11级的灯笼怪对新手来说绝对不算一片好的练级地。但十里坡有一个特殊之处，就是有一片乱葬岗，玩家可以将死亡后的复活地点修改到那里，直接在复活点刷新的1级怪物，正是利用刷取属性值的最佳之外，还与一个名为十里坡剑神的称号有关。真话欧耀游戏里有独特的称号体系，达成某些游戏成就就能够和相应的称号紧固。神清清楚记得，前世有一个大神武玩家，就是在仙手村的十里坡击杀了1万只灯笼怪，并且10法隐藏巨型，后来成为名震天下的超级强者。对不住了，大兄弟，你的机缘很好，不过现在是我。十里坡到了，灯笼怪，我来了！稍微有那么一点疼，但问题不大，能挺得住。如此这般，快乐的刷怪之旅开始了。再刷1级灯笼怪，已经无法触发天赋了。风行天下这个 ID 在前世赫赫有名，不仅仅因为他是国服10大公会之一风花雪月的掌舵人，更加因为他有3个国色天香的黑铁7级 BOSS 的全服手杀，足以让他在游戏初期建立巨大前期优势。但我的选择价值更高。这在游戏 BOSS 阶段马身手之前，足以让他建立起巨大的前期优势。其实，如果沈清一进游戏就按照最初想好的攻略方案，那凭借着对许多新手任务合规升级的熟悉，这个黑铁7级 BOSS 的手杀也是有机会争一争5战。没有发这个游戏里的机缘太多，一个人不可能全独占，只能挑选那些价值最高、最有加快进高拿到手中。你们快看，那里有人在刷灯笼怪，这种1级的小怪有什么好刷的？对啊，直接杀新手村村口的土鸡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？可能是在做某个任务吧，但我想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混的。都开服4个多小时了，怎么还是只有1级？我好像知道，有口人菜鸟现在还只有1级了。照他这种玩法，就算玩到游戏关爆，也升不到2级啊！唉，你们看到论坛上那个灯笼怪杀手的帖子了吗？2233号新手村那个头铁家伙，听说那人从开服到现在一直在十里坡。兄弟，游戏里这么多怪物，你为什么唯独对十里坡的灯笼怪情有独钟啊？知不知道老子当年为什么要写《道德经》？因为灯笼怪圆圆的十分可爱。双层茶，要送给你的花，是敢让满园都终于成功了！不用隐藏。恭喜玩家任无瑶成功击杀1万只灯笼怪，获得传奇称号“十里坡剑神”。任逍遥，好厉害！他能做到，我也要试试。最后余音消散，随即清脆晨光映来了。少年人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任逍遥。任逍遥，我有几招剑法欲传于你，小兄弟愿不愿意学呀？晚辈愿意，请前辈得法。小兄弟，若真想我学剑，就去帮我打一葫芦好酒回来。还请前辈在此稍等，晚辈去就回。免费回城，最快的方式。好兄弟，帮个忙。掌柜的，帮我打满上好的葵花酒。从这2大看中的，
凭着2大加成效果，十里坡剑神无愧于前世玩家们评说的最强传奇称号这个名字，甚至比起某些史诗级称号的加成效果都不遑多让了。只能用牛逼2个字来形容。攻击力加142的长剑，绝对是目前阶段整个国服乃至全世界所有服务器最牛的攻击武器，没有之一。唯一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装备的等级要求比较高，要升到10级后才能不是问题。但这对于我来说，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。经过一整晚的彻夜鏖战，刷了整整1万只灯笼怪，刷了1000天杀夫的自由属性点，其中400点都直接加到了力量上面，200点加给了敏捷，200点加给了精神，交换200点没有分配。主要整逛放233号新手村，如果自称第2的话，恐怕没人敢认第1，这就是仙阶天赋的逆天之处。有如此强悍的属性在身，升级对于我来说不过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。距离仙石开启少侠，您的酒好了。还有2天，10万美金币吗？也会有办法，想法还是能搞到进去。十里坡剑神，幸会幸会。我这人不爱绕圈子，有什么话就直说了。一口价10枚金币，你那把白银器剑我买了。对于君临天下这个 ID， 他前世也并不陌生，是个特别有钱的富二代，仗着家里财力雄厚，在游戏里一度可以进国服前10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成什么大气候，直至彻底惹怒了某位大佬。如果我不卖，妈，我们老大买你的武器是抬举你，点点不要错。一个1级的废物拿那么好的武器有什么用？想把我堵在新手村，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，恐怕还不配。妈的，你个1级的瘪三，跟老子装你马子上！给安掉他把剑爆出来！天啊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这么多人，竟然全部只打出了1点强制扣血，太离谱了！这防御力难道已经过100了吗？可他才只有1级啊，怎么可能？轮到我了！我操，1剑全伤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任逍遥一定是开挂了吧？君临的人，这下算踢到铁板了，活该！这是一个1级玩家能有的属性数值吗？简直就是人形 BOSS，太丧心不狂了！都愣着干嘛？快录像啊！你的人头我先记着，下次见面的时候收。之所以没有赶尽杀绝，不是因为心善，而是因为如果现在红名的话，在刷干净之前就回不了仙手村了，不偿失。哎，接下来我来传你几招剑法，我只演示一遍，你看好了。这是。你若可以掌握纯属，足以拜进天下2流高手了。多谢前辈传法之恩，您对我既然有传法之恩，那便算是我师傅了。敢问师傅尊讳？普通玩家只能得到黄阶功法，4维属性成长加起来不过20星出头。然而玄剑飞仙功的星级组合却达到了惊人的49星，升1级获得的属性值相当于普通玩家升2阶的。而且它属于真武同修的特殊功法，除了需要浩然气的如修技能外，其他2种修炼体系的技能都能学习。但经济点动是命理功法，没有真气或一身边诀能符合激活状态，必须对现在的世界行10级违法审情来，压根不是什么问题。最快的村的 BOSS 莫过于去打 BOSS 了。猛虎啊！等级差距10级，吸血是我的100倍，正面抗衡毫无胜算，必须利用环境和先手优势，在只有1级的极限状态下拿下首杀。前世无数次与野兽系 BOSS 搏杀的记忆早已刻入骨髓，成为条件反射般的战斗本能。果然，等级差距削弱了伤害。弱点攻击的战术价值在于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收益。攻略猛虎王是所有新手团队的噩梦。稳住，他快不行了！二妹，上次黑 T 级 BOSS 的首杀我拿了，
这次青铜器级的手杀你来吧。大哥，不必了，这次我们风花雪月进驻方 OL 想要造成一个独当一面的门面人物，所以这次手下奖励最好还是由你来拿。没错，二姐说的有道理。大要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，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当仁不让了。全服公羊，成功击杀，拿下青铜器级 BOSS 全服手杀。有个人小之前获得传奇称号的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试问时间通过才肉，这有什么？再跟我们扎呆的话，此人很有可能是觉醒了某种特别强大的游戏天赋。姐姐，只要你肯亲自出马，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只要肯来我们公会，每天安排你们两个陪他练级。我们俩还在大学啊！任逍遥连胜2次面试，听说大型公会都盯着这个手杀，结果被一个散人抢走了。十里坡剑神名不虚传啊！这波简直就是降服牛塞炸弹，牛逼炸了！越9级击杀虎王，奖励值翻倍，从1级直接跳到7级，还爆了全套虎皮装备和一把长弩血钻。这套装备足够支撑我去下一个副本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裂地刀是一把刀，而不是剑，无法触发十里坡剑间隙普攻伤害增死10%的称号效果。但好在只是件过渡装备，用不了多久，影响不大。如修，在当前版本是公认的下水道职业，升龙书院的玩家只能给人加状态当辅助，但这本书青梅煮酒，前世不折不扣的乱世枭雄，既然自己重生回来，那这一世翻云覆雨主宰乱世沉浮的角色就该换人了。这些名字前世在游戏里如雷贯耳，游戏与现实融合后，有些人陨落了，但绝大多数都成了顶尖强者。那几个带问号的都是潜在的招揽目标，具体怎么招募暂时还没想好。目前最要紧的是把新手村剩下的机缘都捞到，赶紧升到10级去刺激实质。重生而来，我的目标远不止自身崛起，更要招揽天下强力手下共扛大劫。首要之事是保护家人安全无战，鬼剑冢、无敌正太、松道，这些都是绝佳的招揽目标。只不过具体怎么招募还没想好。目前最要紧的事情还是把赶紧升到10级，传送去场级重演。重生归来，4份机缘，我已拿到第1份，其余4份，2份是耗时耗力的任务链，回报随风。最后1份据说记载着神仙秘法，领悟可得仙阶技能，前世获得它的玩家无一不是一方霸主。而线索，猛虎王的尸体还得回去趟。任逍遥，那是任逍遥吗？他扛的该不会是猛虎王的尸体吧？这老虎尸体都这么吓人，他到底是怎么杀掉的？哎，大神和我们普通人果然不是一个世界的。这位少侠留步留步，这老虎尸体卖不卖？价钱方面您绝对放心，我们家黄老爷向来出手阔绰，绝对能给您一个满意的价格。只要价钱合适，当然卖。10万斤走。小兄弟，这头老虎你想卖多少钱？尽管开口。不是你让我尽管开口的吗？没那个本钱就别学人家吹牛逼。算了，你就随便给个几十金币好了。赶紧取20金币来。好了，小兄弟，现在买卖也做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买卖是做完了，但是事情还没完呢。在下想跟黄老爷借一样东西用一用。什么东西？项上人头。臭小子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就不要怪老夫手下无情了。开始分析 BOSS 数据。黄皮子，精英 BOSS，擅长幻术与速度，只有全服第1个击杀的玩家才能获得天书残肢风格，才能会眩晕敌人并转身逃跑。破解之法，用刀身反射其目光，加上3件青铜器装备的属性提升，这一战的难度会与残力翻倍。击杀13级青铜器级 BOSS 黄皮子，获得经验13000点，升级了，连升3级，当前等级 Level 11。不是我的菜，但能在拍卖行卖个好价钱。指引向仙阶技能的任务地图到手了。仙阶技能，现在还不是去探索时候，需要先去刺激术士做好准备，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老爷怎么会变成一只黄皮子？真正的老爷早就被黄皮子吃掉了，这几个月一直是妖怪假扮的。老爷死得好惨啊！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才说多少周金感谢来着？什么10枚？明明是100枚！又要被抽去10%。我靠！有人把青铜器拿出来卖，这些发了！我靠！这要才钱过去，拉倒吧！这是亏心装备不够分。这才是最好的免费广告。刚才上架拍卖行的几件装备是你的吧？慕容小姐冰雪聪明，等级榜上排前面的散人玩格，能有实力拿出几件青铜器的，恐怕也只有大名鼎鼎的十里坡剑神了。有事要说。我对你上架的装备很感兴趣，我这边可以走现金交易。你也知道，现在金币贬值太快，早点兑现对你更稳妥。他分析的没错，但九转仙师吞噬金币的速度远超贬值速度。抱歉，我这几天刚好需要大量游戏金币，能不能绕过拍卖行直接交易给我，这样早点拿到？我出2000枚金币。可以。抱歉，来晚了，让你久等了。刚到而已。以你的实力天赋，加上工会的资源支持，一定可以在游戏里大有所为。暂时还没有加入工会的想法，如果真要加入工会，会优先考虑风花雪月。期待那一天，之后打到高装备风花雪月，有需要可以随时找我。真正的游戏从现在才刚刚开始。韵姐，好巧啊！今天没去上班吗？辞职了，现在是全职玩家，整天窝在家打游戏。我也在玩神话 OL， 游戏里机会很多，很有前途的。祝你在游戏里鸿运当头。谢谢韵姐。原来生活的改变往往就在不经意的瞬间。哼，又是这个冤大头。天榜变动虽大，但暂时落后的未必是实力不行，不过是资源倾斜的方向不同罢了。只要快手队追回来，当前的核心目标有2个：天书秘境的首通以及破纪录的奖励。前者需要30的市级，全套黄金器。以我目前的实力，刷装备叠天赋是首要任务。毕竟秘境副本首通和破纪录的奖励远比单纯刷怪快得多。能探索到这里的玩家少又少，有人仅能捷足先登出户，即便拥有前世记忆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国服高手的实力和气运不容下去，有意思，那就看看谁能拿下首通奖励。
丁，全服通告，成果。副本哪有副本？入口在哪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你这一身破烂装着，进去不也是送死吗？扎心了，老铁！一套青铜器套装，牛逼啊！穿一套在炼基地，岂不横着走？你好啊，幸会。传说中的十里坡剑神果然名不虚传，竟然不到2个小时就通关了这个副本，这一点我技不如人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不过事儿却不能这么算，你总该给我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交代？很简单，咱们2个 PK 一把，分个胜负。哼，切磋战没意思。既然要 PK， 那就直接来生死战，死亡掉级，各安天命，与人无妖。也不要怪我欺负你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逼我使出技能，就算我输。大言不惭！这家伙究竟是什么妖孽？那种妙到毫巅的极限操作，真的是人类能掌握的吗？任逍遥，你果然是一个强大的对手，但是我一定会击败你的。台上悲欢情我独吟唱，天落浮云遮雨霜，落幕云云皆染霜，含情如花，深情如沙，爱人红台下做断肠，难舍数十载，难舍云难沙。
是夕阳中照亮，是我心设下的一座变了一场。肆意遥探看，谁站过的地方，请举一百空千双看，眼前最真假相加。又何妨？怀揣着执念，幻剑诀。烟火随波，透空的回响。一样人留在身上，来不及将故事可以作别的。有最崎岖的风乱，将后世与猿人送往封侯桥上。你触发剧情任务。这个隐藏门派的任务你是在哪里搞到的？可不可以卖给我们？如果不是打算出手的话，就不会发给你。不过还要看你们能出多高的价钱。价钱方面可以商量，不如回城见面谈吧。没问题。想不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这就是任逍遥嘛，终于见到真人了，果然好帅。没错，比咱大哥可帅多了，怪不得二姐一整天都魂不守舍，念念不忘的。这个任务你需要什么条件才肯出手？一口价10万金币。兄弟，你知道现在游戏金币和现实货币率是多少吗？一金币要120多块钱，即便隐藏门牌的转地网转给钱，不要开这种不切丝的天价。我的底价就是10万金币了，但我没说让你们现在就付清，这个价格中午再来收钱。不过你现在就把任务转给我们，难道不怕2天之后我们赖账吗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单凭风花雪月这4个字，就不仅仅绕得过来。你这个朋友，我们风花雪月招牌交了，荣幸之至。逍遥哥哥，转给谁呢？你真的不考虑加入我们公会吗？偷偷告诉你，我二姐还是单身哦。正所谓近水楼台。慕容雪，虽然慕容华确实国色天香，但加入风花雪月是不可能的。不过日后如果可能的话，将整个风花雪月都纳入到自己麾下，到那时候不一样是近水楼台吗？哇，你这家伙想什么呢？突然笑得这么狡猾。哪有？我刚刚正在梳理还有哪些装备可以卖给你们。最终把我包裹里所有用不到的装备全部打包卖给你们，包括那套优恶套装，一共2万金币，也是后天中午付账。游戏里的 NPC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数据代码，日后都会降临到现实的世界之中，所以拥有十分完善的好感度机制。许多特殊任务或者隐藏剧情都需要与 NPC 好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插发。想在游戏里混得好，和很好关系也是至关重要。沈清前世拜入的修行门派是太玄宗，关系最好的一个 NPC 可以说是知根知底，熟得不能再熟了。他第一次出现在玩家的视野之中，就是在今天晚上。不好意思，这片练级地里资源有限，我一个人都不够刷，你们还是去其他练级地吧。我这里有一些金币送给你们，算是补偿吧。谢谢，太感谢了，大佬真是好人，多谢大佬。任逍遥真是个厚道人啊！是啊，没有想到天榜大佬竟然如此平易近人，他人还怪好嘞。
我只配陪着你10万我坠入万丈红尘的一个平凡人，只一闪浮云照亮今夜我们。所人我在这座忘了做终于来了。分成台阶的一片星星上，迈过了菩萨分享独善其身。莫问莫分莫再聊一远走前程，我只配醉酒年10万我坠入万丈红尘。大师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太玄宗的弟子吗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在下并非太玄门下，而是蜀山弟子。原来是蜀山派的少侠。既然你不是太玄宗弟子，为什么叫我大师姐？谁说不是太玄弟子就不能喊大师姐了？难道你没听说过吗？于凤琴是太玄宗的，大师姐是全江湖的。这个孽畜！我本是奉师门之命，下屯剧组不能受到外界妖毒，现在必须马上运转宗门秘法方能化解。但我运功期间的程度，现在是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妖兽的。你可以帮我护法吗？没有问题，包在我身上了。只要我还活着站在这里，任何妖兽休想动大师姐半根毫毛。我们不过萍水相逢，少侠何必如此对我？我也不知道，总之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。既然无论如何也不想你拜托少侠了。客气什么？好了，你安心解毒吧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正式运功疗伤之前，需要先把毒吸出来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运功去毒了，不用担心妖兽惊扰，我会一直在旁边给你护法的。竟然需要2个小时才能100%完成任务，这驱毒的时间够长的。看来这个任务想要完成，并没有这么轻松啊。毫无压力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, never know. Never find, never seek, never let you go. Go. 那么深，那么远，那么厚，
看来这个任务的终极考验，就是在这头高达25级的白银7级 BOSS 的猛攻下，坚持超过10分钟时间了。对于目前阶段绝大多分只有16、7级的玩家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巨大挑战，难度足以令人绝望。但对于我来说，却并算不上太大的难事。时间快到了，该让师姐看到该看的了。孽畜，小女儿！好在还有经验奖励，虽然只吃到一小半没有升级，但这恰好是我精心计算的结果。你的毒已经解完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丹药看起来就十分贵重，师姐还是收起来吧，我身上有其他伤药。没什么比你的生命更贵重，快吃了它。怎么样，感觉好些了没有？师姐灵丹果然神奇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多谢了。你千万不要这样说，你也是为了帮我护法，才会受到这么重的伤势。如果要说感谢的话，也该是我谢你才对。少侠今日护法之恩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报答。师姐言重了。如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，不如就以身相许吧。以身相许？以身相许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师姐不必当真。婚姻大事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拿来玩笑？那要不真以身相许？我发誓，一定会对师姐好的。想要让我以身相许，哪有这么容易？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踏着七彩祥云来娶我。你修行还差得远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什么一言为定？我先做到天下无敌，然后再踏着七彩祥云来娶师姐啊！大言不惭，你一个还未筑基的小小剑修，以为天下无敌是那么容易的吗？师姐不要太小看人，相信我，那一天不会很久的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听闻太剑阵有天元本级残卷，不知师姐可否帮我拓印一份？天元剑尘，我倒是也有所耳闻。不过那是万法阁第7层的秘卷，想带出来不太容易。如果师姐实在为难的话，就算了吧。只是没有这部秘籍，我天下无敌的时间可能就要推迟几个月了。好了，答应你了，3天之后会把飞龟羽兰这盒卷给你带。谢谢大师姐，大师姐最美了。这些鬼话还是留着去骗小姑娘吧。世上真有能在天上飞的七彩飞鱼，等下次有机会带你去看。不过你也要请我吃太玄宗秘制的玄门叫花鸡。已经惦记了那么久的仙阶技能，今晚就把它搞到手中。要不是有地图指引，谁能想到，在这汹涌无比的瀑布后面，竟然藏着一片蕴含机缘的洞天福地。
天书茯苓，精英怪物，精命怪，等级28，法强1014，掌握多种强大法术。看来要把所有天书茯苓全部杀荒，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天书。全服通报，恭喜玩家千秋未央成功击杀黄金系级 BOSS 毒火姜黄，拿下黄金系级 BOSS 全服首杀。千秋未央，好快的速度，竟然抢先把黄金气节的 BOSS 首杀拿下了。按照前世记忆，这应该在开服第4上午才被拿下，现在才刚3天晚上。天书密令，黄金气级 BOSS 9，法强1597。介绍写着：本为天书上的秘符，吸收天地日月精华，日久通灵，接近1600点的超高法强。我天一剑，仙阶技能，对30米内单体目标造成300%攻击力的道额伤害，入门级就大出3倍伤害。还有哪个玩家承受住我这一剑？我就问，还有谁？这个神技来的正是时候。往事是燃烛照亮，是旧舍下的你苍黄，是分明的离场。这把剑竟然有4条特效。看过的地方行，去一百空闲花看，眼前最真假相加，有何怀2万金币，这本技能书我们要了。 2万太少，
最低3万金。咱们合作这么多次，就不能给点优惠吗？交情归交情，生意归生意。到最后，尽情心与夕阳人肉在身上，来不及将故事作别的。太漂亮了，是哪个女团的明星进游戏了吗？呸！什么女团明星？那是风花雪月的3姐妹。我决定了，一定要加入风花雪月。美貌果然是女人最大武器。逍遥哥哥又见面了。黄金金文法剑。你这丫头倒是识货，喜欢的话就玩一会儿吧。要不过来跟我混吧？真的可以吗？只要肯来，这把剑就当做见面礼送给你了。小雪，别胡闹了，他不过是在跟你开玩笑而已。黄金器剑只有一手，给你了人家用什么？大哥已经在计划攻略黄金7级 BOSS 了，你想换武器，咱们自己打。哼，你可别提大哥了，那个笨蛋大哥连蛇形走位都走不利索。那个，我们还是先谈一下技能书交易的事情吧。风花雪月4兄弟中，大哥慕容峰和四妹慕容月是近战系武者，他自己走如修体线，担任辅助与指挥位。只有慕容月是修真玩家，这本技能书就是给他买的。大哥还在野区等着回去支援，我们先走了。约定日后一起练级。哼，是你。上次教训没有吃够，还敢来送死？我承认你的操作十分厉害，我现在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我偏不信这个邪。我已经想到了克制你那种操作的办法，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傻乎乎的找什么呢？哥在这儿啊！怎么样，服不服？刚才那是什么操作？叫遮影步，藏在视野盲区的影子里发动攻击，果然是十分贴切的名字。想学吗？我教你啊。教你操作没有问题，但我也不能白教吧，除非你肯答应帮我办事。仅凭几手操作而已，就想让我给你卖命？卖命谈不上，就是各取所需的交易罢了。是他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我的条件你答不答应？我答应你。既然如此，从今往后我就把你当兄弟了。先叫声老大来听听。老大，终有一天会把你踩在脚下的。你小子在现实里人缘一定很不好吧？咦，你怎么知道？笨蛋，刚才那种话没有必要喊出来啊！我们现在就开始学操作吗？也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，该下线睡觉了。明天早上8点到清风里地找我。啊，早上8点钟的他妈的谁起得来啊？年轻人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记得定闹钟。是一片落叶，仰望星就交叠，那绿紫纱头微微入帘，被清风忽略，花开。不好意思，没有打扰你休息吧？许一颗心愿，忘记忧伤情节，闭上联合时双手默默悼念，灯光映在眼泪，我不再决绝。
暖暖的，人生里空缺，云淡淡天和热情慢慢走远，春光细细的幸福漫过指尖，是谁在看风景，他又被谁看见？谁转身微微笑，谁的心释然。老大，什么时候教我操作？我操！你至于吗？大惊小怪什么？要刷怪就离远一点，别跟我抢怪。逍遥哥哥，你下午有没有时间？我们获得了一张秘境卷轴，里面的怪物等级比较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有兴趣？当然有兴趣了。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逍遥哥哥你了。怎么？莫非你还有其他同伴吗？老大，药水买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不过手下败将罢了，侥幸赢了我一次罢了，不得无礼。大哥，别生气了，虽然打不过，但咱输得起。逍遥哥哥，你是用的什么办法让他认你当老大的？没有用什么办法，都是他来找的我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人格魅力吧。现在计划有变，我要和慕容兄妹去刷秘境地图。你去一趟无疑巷，给孙寡妇家里挑水。走吧，下午还有秘境要准备。帮寡妇挑水？让你去你就去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日后就明白了。记住，腿要勤，嘴要甜，把这小寡妇哄好了，绝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吧，既然老大都这么说了。终于神话极了。这张地图好阴森啊，看起来跟闹鬼一样。技能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。那御剑术没有任何害加成，只是能增加一定的攻击距离而已，算不上什么厉害的技能。哼，光会耍帅有什么用？华而不实。小姐，用技能减速怪物，和大哥轮流扛怪。阿月，先用云复数控住一个。没事。逍遥哥哥，我能问问你现在的攻击力有多少吗？不到3000。具体一点，究竟多少？2999。太变态了，这么离谱的攻击力，让别人还怎么玩啊？
如果我没猜错的公招力，应该跟你的游戏天赋有关吧？难道说你也是天阶天赋？算是吧。你们这些拥有天阶天赋的家伙，就好像跟开了挂一样。好了，闲聊就到此为止吧。刚才从外面看，这座塔一共有7层呢，咱们还是快点刷怪吧。逍遥哥哥，那些小怪你杀起来毫无压力，现在 BOSS 来了，你还能秒吗？这 BOSS 虽然只是青铜器级，但也有50万血血，而且防御属性不低。可以试试。Looking for your girl, she on my jock. Non-stop when we in the spot. Booty moving weight like she on the fly. With a drink, I got to know. Tight jeans, tight. 我就说嘛，秒杀 BOSS 也就说说而已，怎么可？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 know. Never find, never see, never let you go. 那么深，那么远，那么痛，那么爱，那么恨，那么多。一个爱tan风，任性的挥霍，悲伤争执和到之后，我们拥抱黄昏陷落，谁的爱？逍遥哥哥，你刚才一下打掉 BOSS 段吸血的那一招是什么技能？这威力也太恐怖了！刚才那一招啊，叫拨天一剑。拨天一剑，果然是十分贴切的名字。威能如此恐怖的超级技能，莫非是传说中的天阶技能吗？不是天阶，而是仙阶，是我昨天偶然间触发了一个任务，最后获得的终极奖励。大概是吧。走吧。只要再升2级，但这2级谈何容易？北京风风雨，花开的犹豫之举，来看和你的一切，许一颗心愿，忘记楼上曾经飞上银河，是不是慢慢发炎？逍遥，这一次你功劳最大，先在这2件物品里挑一件吧。这次的秘境卷楼是你们搞到的，我不过是临时打工，跟着一起沾光而已。能拿2件黄金器装备就很知足了，这2件宝贝就不掺和了，你们兄妹4个看着分吧。这本书适合我。既然逍遥兄弟如此壮意，我也就不过多客套了。这2件宝物对于我们风花雪月来说确实十分重要，但我们也不能让你吃亏。这样吧，我们出2万枚金币，算作对你的补偿吧。成交。小雪，你转入了隐藏门派，这颗觉醒石你来用。
我觉醒了冰霜灵体，怎么样，小雪？姐姐，这就是血脉觉醒的效果吗？快给我们看看。看好了，这就是冰霜血脉的真正力量。洛天宫的功法技能本来就以冰系为主，你又获得了冰霜灵体的血脉加成，如此一来，岂不更加如虎添翼？而且升级的经验还减少了10%，以后充值更方便了。恭喜！逍遥兄弟，这次多谢了，客气，后会有期。是一片落叶，阳光醒酒交叠，嫩绿紫纱头微微入帘，被清风忽略，花开的犹豫不决，独徘徊等你的一切，许一个心愿忘记忧伤结，只剩下是双手默默悼念，阳光映在眼着我不再韵姐，你怎么会在外面？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在游戏里面接到一个重要任务，任务的难度比较大，但任务时间只有3个小时。正好前几天听你说现在做全职玩家了，所以想来问一问你有没有时间帮我做一下这个任务。当然，我是会支付酬劳的，1个小时1000块，怎么样？没有问题，包在我身上了。告诉我去哪里找你。你都不问问是什么任务吗？万一你做不了怎么办？没有万一，如果连我都做不了的任务，这个游戏里就没有其他玩家能完成了。大言不惭，你以为你是天榜第1的人物妖吗？我现在在飞皇城，你直接来西城门找我吧。你刚才出门应该是要去吃饭吧？先帮姐姐做完任务，姐姐晚上请你吃大餐。韵姐，我来了。想不到你在游戏里比现实里还要帅吗？任逍遥，没错，是我。怎么样？天榜等级第1人亲自来帮你做任务，应该够资格吧？够，太够了。好了，韵姐，你的任务不是有时间限制吗？我们还是快开始吧。别忘了，我可是按时收费的。我喊你来帮我做任务，不会耽误你时间吧？我听说你们这些顶级玩家的时间都宝贵的很，要忙着冲等比、抢成就什么的，1分钟都不能浪费。要不你还是去忙你的去，我再找其他人来帮我做任务吧。韵姐，你这一来，各种关照我心里面都清楚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不用跟我客气什么。去。好了，知道了，那我们就快点做任务吧。已经踩了不少了。如果当初我也能转入隐藏门派，说不定……既然重活一世，绝不会让同样的遗憾再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你盯着我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，韵姐，你真漂亮。切，油嘴滑舌。前面那2人赶紧滚蛋！这片炼基地我们包了。我们不刷怪物，就采几株地图药材，采完就走，不会影响你们刷怪的。妈的，你小子听不懂人话是怎么的？老子说让你们滚蛋，
管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讲理？山谷里怪物那么多，你们杀你们的，我们又不会爱。已经说了，我们是我为了这个采集够药材就走了。嘿嘿，这臭小子必须滚蛋。不过美女你嘛，倒是可以留下，陪兄弟们乐呵乐呵。找死！苏月，沈清，沈清，你会不会太冲动了？你这样做岂不是彻底把君临得罪死了？我听说他们的势力很大的。我本来玩游戏也只是为了打发时间，就算任务失败也没关系，你没有必要。云姐，你不用替我担心，而且区区一个君临，我还不会放在眼里。妈的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我他妈的倒要看看，究竟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然敢杀我们君临的人！我的任务不做了，苏月，我们回城吧。得罪了我们君临，他今后在游戏里别想混了。任逍遥，我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杀老子的人？原来是你这个混蛋！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谁能干死任小胖，老子赏他1万！我操！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情况？伤害怎么这么离谱？一群废物！他就算再强，也只有一个人。咱们这么多的兄弟，一人一口唾沫都淹死他！没错，像刚才那样的变态技能 ，CD 时间一定很长，他用完了就没有了。大家都不用怕，一起上！有控制技能的赶紧招呼，就算他的属性再强，只要控住，也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，只能任我们宰割了。御剑术攻击距离30米，超过许多远程技能。只要采取游斗战术，利用走位拉扯，等万剑交 CD 一到，赶紧追！老子今天一定要弄死这小子！放心吧，老大，月光谷是个葫芦口，刚才那小子已经红了名，没法使用卷轴回城。只要咱们堵住谷谷口，他就绝跑不了。很简单，这游戏有直播功能吗？咱们开个直播，然后当着全服高手加入面，这可是一个千载4地捧赏，这个面头绝对爆爆。到时候还有谁不知道咱们君临的威名？但那小子有些邪门，刚才一个技能就秒杀了我们几十人，万一也被直播出去，岂不会扫了我们自己的威名？嗨，不用担心，这只小子立马可以镜头切到别省，控制住他，再切回来嘛。正好也趁这段时间再调2个百人团过来，好好安排一下技能衔接，到时候直接把他连控到死。还得是你呀！真不愧是我的卧龙凤娇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操！什么情况？有人要搞任逍遥？真的假的？牛逼个毛！就是开服第1天被任逍遥在新手村门口狠削的那帮小丑。管他呢，去直播间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任逍遥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出来受死！杀掉！对不起，沈清，我不知道这个任务会连累你。你如果有办法的话，就自己走吧，不用管我。不用担心，我说过要帮你完成任务，就一定能行。区区一个君临家族，还奈何不了我。老大，被君临的混蛋堵了，我马上过去，和你一起跟他们干。逍遥，我已经下令召集风花雪月最精锐的2个百人团集合了，5分钟后就能传送去飞虫城支援你。好意先领了。禁忌功法，神级血脉觉醒石，神话级血脉，前世整个国服也不超过5指之数。禁忌神通，威力奇大，但每次施展都必须付出巨大代价。饶是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也没想到竟然会如此给力。全属性削弱80%，
冷却时间长达7天。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派不上什么用场，却能作为一张压箱底的底牌，关键时刻可以发挥出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。竟然足足拥有5重加成效果，果然不愧是传说中的神话级血脉，简直再合适不过了，简直就是天助我也！在目前的游戏阶段，称之为神兵利器也毫不为过。不过，跟神级血脉觉醒石和禁忌神通诛仙剑诀比起来，只能算是天头而已。韵姐，你在这等我几分钟，我去就回。不是说要全网直播，当众围猎人逍遥吗？怎么一直磨磨唧唧的？还打不打了？就是，老娘院子都快不做完了，他们还是全网直播，事先别人都不知道，就算打赢了也不光彩。你们究竟有多无耻？没下线吗？军令狗贼！兄弟们，不要着急，任逍遥已经被我们堵在了山谷里面，今天就算他插翅也难飞。现在镜头里出现的这些，就是我们君临家族的精锐兵团，我们马上就会入谷，开始正式之蚂蚁没什么两，什么狗屁天榜高手，今天就让兄弟们都看看我们君临是怎么教他做人的。都不用怕，用刚刚定好的战术，给我控住了打！谁最先控制住人物剑，奖励5万；谁能砍下他的脑袋，奖励10万！不可能！对，不是说像碾死蚂蚁一样碾死人家吗？
伤害离谱也就罢了，还他妈的讲不讲道理了？任逍遥！君临天下！你还不知道吗？君临天下这个傻天，这波是装逼不成反被草，让任潇潇米几百人堵在山谷里杀了个精光，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！我操，真的假的？任逍遥竟然有这么猛！我是不是拖累你了？没错，你这次可把我拖累惨了。什么？跟你开玩笑的。我跟君临家族本就有仇，早晚会跟他们清算，对我根本没有威胁。你这家伙，现实里明明规规矩矩挺老实的，怎么进了游戏学这么坏？老大，你刚才和君临家族的 PK 视频我看完了，简直太牛逼了！你的属性怎么会那么强？而且怎么能免疫掉那些控制类技能的控制效果？废话，我不牛逼怎么当你老大？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前提是你要按照我指点的方法修行。当然没问题，那你说吧，我现在该怎么修行？帮孙寡妇挑水。什么？我的修行就是帮寡妇挑水，这算哪门子的修行啊？没错，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去，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的。什么情况？这帖子才发几分钟就上万回复了。血脉觉醒，灵气宝剑，天赋效果，多重因素叠加，才获得了如此堪称变态的恐怖战力。难道世间真的存在所谓的天选之子吗？此人只可结交，不可招惹。但不尽相思苦与花莲。君不见，且起舞翩翩；君不见，且古色绵绵；君不见，且嫣然一笑醉人容颜；君不见，且醉笑风间；君不见，且泣涕涟涟；君不见，一缕青丝一生。是找我的吗？没错，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。我们家族和君临也一直不对付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所以我想咱们联手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不知不觉。你们家族有多少人？不到100。得罪了君临，能撑到现在也是难得，正是他需要的人才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并没有结盟的必要，但我确实需要一批手下帮我做事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家族全部都是女性成员，不可能接受受一个男人领导当我们老大的。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掺和你们工会内部的具体管理，只要在我需要你们的时候出现，为我战斗。那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可以让你们成为飞花城第1工会。飞花城里可不仅仅只有一个君临家族，还有其他许多势力盘根错节，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能做到？就凭我是任逍遥，我只说出我的条件，至于相不相信，就随你吧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一个人无法决定，要先回去和姐妹们商量一下。可以，但不要让我等太久，最迟明天中午给我答复。没有问题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这些装备我没啥用，你找几个人来打扫了吧，就算是送你的见面礼了。这些装备都送给我们，可是我们还没有答应要归顺你啊。区区一批装备而已，就当是交个朋友了。我先找人把装备收走，然后按照市价折算。如果我们商议决定不接受你招募的话，就用钱买这些装备。随便你吧，我都可以。
恭喜韵姐，以后你在游戏里面可就是炙手可热的顶级辅助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而且这也要多谢你。如果今天没有你在，我也不可能顺利转职。既然如此，那韵姐你打算怎么感谢我的？我给你加钱。韵姐，你觉得我现在缺钱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是韵姐你啊。什么？韵姐，神话 OL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开创一个属于我的未来？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不然呢？韵姐，你以为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以为的也是这样。你都不怕我拖后腿，答应你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今晚确实值得庆祝，不过现在时间有些晚了，出去吃饭不太方便，我在家炒几个菜吧。啊？去你家吃？怎么不敢吗？难道怕姐姐会吃了你？求之不得。派人密切监视君临家族的动向，尤其是上百人规模的团体活动。另外，我告诉你一处在飞花城境内位置隐秘，你带人去烧。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请。想着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。师姐，你上次的伤势痊愈了吗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那你要的东西。谢谢大师姐。大师姐，你怎么了？还不是为了那些可恶的魔道妖人。前几日，有人在飞皇城附近发现了赶尸派迹象，我带领师弟师妹前来查探，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这些魔道妖人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赶尸派？你不知道这个门派吗？这也难怪。赶尸派的形影越发隐匿，讲起赶尸派的起源，还得从1万年前说起。那时整片神州大地还处于先秦的统治之下，始皇征天下劳力，北筑长城，南征百越，东访仙岛，西巡诸夷，修长生仙灵，九州四海，民怨沸腾，使天下将乱未乱，青天之战一触即发。停！赶尸派的名头他还是知道的，隐藏极深，弟子极少，但实力却不容小觑的一个门派。门派弟子终日流连于各大古战场与强者盟地之间，以挖各大仙门的祖坟为终极目标。这帮丧尽天良的妖孽，竟然还敢重出江湖！大师姐，我在飞云城这边也认识一些朋友，如果有了任何消息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这样也好，那我就代表太玄宗多谢你了。我们蜀山也是正道门派，斩妖除魔义不容辞。何况还是师姐你的任务，我更加责无旁贷了。这是我的传音玉佩，如果发现赶尸派妖人的踪迹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这些妖人危险无比，
无论何时，都要以自己的安危为重，记住了吗？我知道的，谢谢师姐关心。过来吃饭啦。来对了。万剑诀。天罡剑阵，美系万上，只是这消耗也太过恐怖。大师姐，我找到赶尸派妖人的踪迹了，就在飞花城北300里外白岩山阴面一座古代将军冢里。真的，太好了！你赶快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千万不要和他们正面冲突。这帮魔道妖人穷凶极恶，危险得很，千万要保护好自身安全。我现在马上赶过去。好的，师姐，你赶快过来吧。你这混蛋，竟敢弄坏我的天使邪石！但很可惜，你来晚了。我的仪式已经完成，我要将你狠狠撕碎，让你们这些道貌岸然、自诩正义的名门净派全都死无葬身之地！出来吧，我的威武大将军！小子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你这个卑鄙的家伙，竟然偷袭，不讲武德！
防御将近2000点，比很多玩家的攻击力都高了。金龙守护护盾，还有提升30%最大法力量。那赶尸派的妖人呢？就在这儿喽。你杀了他！我一开始想让他束手就擒，非但不投降，还胆敢向我反抗，我就只好把他杀了。这些魔道脏妖人穷凶极恶，手不要再诡异莫测。你修为尚浅，万一着了道怎么办？好的，师姐，下次一定。对了，师姐，这块令牌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，看上去也不像是身份令牌。你能看出来什么门道吗？这似乎是传说中的神器古令。神器古令？传说无尽岁月之前，东西方古老神明之间曾在9天之上爆发过一场惊天动地的诸神之战，亦有几神器古令拖着流光尾迹，像流星般射向未知未犯。原来如此。此令非同小巧，你务必要小心保密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以免招祸。天葬之地虽然蕴念无穷的机缘造化，但也同样凶险莫测。最后究竟要不要进，考虑清楚。放心吧，师姐，其实我是天降之人，拥有诸神之力庇佑，即便死亡也能重生，不过损失一些修为罢了。虽然我并不太清楚你们天降之人与诸神之间有什么契约，但我知道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。这次多亏了你除掉这个赶尸派的妖人，这枚玉佩就送给你，算作这次的谢礼吧。这比任何属性都实在。既然大师姐盛情相赠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看来这块古玉果然很适合你。好了，我要回师门复命了，后会有期吧。后会有期。全服通告，成功创建国服第1个玩家帮派。世界陷入1秒的绝对寂静。有没有搞错？不是说剑帮令牌很难打吗？一定是刚才那个安静期 BOSS 爆出来的。10复原全属性增值10%，太牛逼了！杀一个 BOSS 上2次电视，这波人枭雄简直是赚麻了呀！请问神域在哪招人？来飞魂城朝天约衙门前，有事情要你们办。老大，你实在太厉害了，竟然真的建立了全服第1帮派。目前只能说我们神域是全服第1个建立的帮派，距离成为真正的全服第1帮派还差得远呢。韵姐，我没有太多时间来管理帮派，拜托你来帮忙管理，没问题吧？难道我还能拒绝吗？
我在帮派仓库里放了一些装备、材料还有金币，你都看着来处理吧。你把仓库权限完全开放给我，难道不怕我把这些宝贝都卷着跑了？在我心里，这些东西全加起来，也及不上韵姐你1/1000。傻瓜才信你的鬼话。一会儿把你们家族的那些都拉进帮派，然后跟韵姐一起去招人。你们是第一批核心成员。放心吧，老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们招人有什么硬性标准吗？怎么这么久才来？刚才给孙寡妇挑水，耽搁了几分钟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做。什么任务？可千万别让我管理帮派啊！那差事我可干不来。我一定会好好关照君临那群杂碎的。好了，要做的事就这么多，这几天就辛苦你们了。来者止步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来我蜀山所谓何事？见过二位师兄，在下乃是本门外门弟子，修为已达炼气劫飞球考核。敢问师弟，是哪位师伯在外面所收的弟子？师父向我传授功法之时，我只知道他自称九剑仙，让二位师兄见笑了。这位是同门，可不可以让我们检查一下你修炼的是何种功法？没有问题。果然是玄剑飞仙功。请师叔祖随我上山，快去禀告传剑长老，剑仙师祖的弟子来了。请小师叔上座。前几日掌门真人刚加固了锁妖塔的封印，现在正在闭关休养，所以只能我来接引小师叔。长老您太客气了。长老，我此次前来是想请宗门考核，转职内门。丁，已获得蜀山派传承战剑长老亲自洗礼，玄剑飞仙功获得进阶。全服通告，恭喜玩家任无瑶转职成为蜀山派真传弟子。作为全服第一位2转的玩家，奖励等级+1，幸运值+3，声望值+2万万。紫玉葫芦。竟然是一个养剑壶。前世有专门利用它赚钱的玩家，买几把普通飞剑，养几天，养几天，价格就能翻倍。收妖炼水，直接干掉变成属性点不香吗？开门。弟子参见师叔祖，您请进。御剑飞行，醉仙望月步，先锋云体术，全是成名绝学。剑罡护体，成了。
7日之后，天葬之地将会开启。气血20万，攻击力35000，70级以下的 BOSS 全都可以随便乱杀。限制刷怪效率的不是怪物多难杀，而是刷新太慢了。要是有一片怪物无穷无尽的地图就好了。什么办法？我有一件特殊道具，可以制裁它。地图里有无穷无尽的高级怪物，而且没有出口，不能回城，死亡只能原地复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个游戏里面还有这么邪门的绝户地图？相信你一定听说过绝望深渊这个名字吧？绝望深渊？这件道具，你想卖多少钱？1口价1个亿。你他妈的想抢钱啊！不搞掉任逍遥，你们君临家族只有死路一条。但有了这件道具，1亿换一个天榜第1，不亏。成交。10几分钟就刷完了，效率还是太慢。要是有无穷无尽的怪物地图就好了。封印地图全面封锁，死亡原地复活，与外界完全隔绝，禁绝传送，死亡原地复活，这他妈的网游直接变单机了，我肯定是被人阴了，80%是君临天下的傻豆，哼！坏了，我成替身了。前世用在他身上的阴招，现在用来招待我。这他妈的，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炼级好地吗？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悬于头顶，赛所见血，天罡剑阵。呀死！任逍遥，跟老子玩你还差得远呢！你就好好在深渊里品尝绝望吧。大家快看冷极天榜，帮主的竟然掉了！任逍遥，你就永远待在暗无天日的深渊之下吧。全服第1人的宝座，只能是我的。绝望深渊可是整个游戏最危险，真的
100级以上的怪物都有，10个人无妖也得死。搞不好人无妖这次还真是遇上大麻烦了。全服前2万高手，神域一家收了3000，其他大公会能不眼红？其他势力肯定跟饿狼一样，群起围攻，把神域瓜分掉。看来这几天游戏里少不了一阵血雨腥风了。管他呢，吃瓜看戏就完了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等老子再刷2天怪，回来战！可是非似水边千地云潭，看不尽相思苦与花莲。沈清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被封印进绝望深渊了。韵姐，不用担心，我确实被君临天下给阴了。不过那傻鸟不知道，绝望深渊对我来说太舒服了。你该不会是为了安慰我才故意这么说的吧？你看我像是强颜欢笑的样子吗？那你突然间连掉2级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为了战造出我确实已经中招无力回天的假象，好让对方露出狐狸尾巴。你这家伙跟谁学的这么多坏心眼？来，跟我说说，现在游戏里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动作，但君临天下已经喊话全球，要对我们实施报复了。未来几天肯定有针对性动作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从绝望深渊里出来呢？这个其实我也说不太好，可能很快，也可能很慢。最差的结果可能要在里面待2、3个月吧。你出事的消息刚来，帮派里就已经出现骚乱了。如果你真的几个月无法回来，那肯定会出他们几个，恐怕压不住场面。韵姐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就算我不在，你也一定能把帮派管理好的。你少用这些好听的话来哄人，你才是帮派的主人，自己躲到深渊里不出来，我为什么要帮你操这么多心？你说错了，韵姐，神域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它是我们共同的事业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好啦，我答应你就是了，一定尽全力帮你把帮派管好。那这些天多辛苦你了。谁让人家已经上了你的船呢？你什么时候上了我的床？呸！没正经。我中午煲了汤，一会儿来喝吧。哼！来得正好，深渊见法。神器古令。凡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任逍遥，不知道您如何称呼？我是这深渊的女皇，贝尔雷斯。什么雷斯？贝尔雷斯。贝尔什么事？贝尔雷斯。好的，阿尔贝斯啊！还真惹不起。不知女皇阁下找到在下所谓何事？果然是神器古令！我要你进那个地方，给我取回一件东西。什么地方？什么东西？令牌有什么特殊之处吗？不要在我皇的命令面前，你只有服从的选项，没有拒绝的资格。不要用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跟我说话，我又不是你们深渊的人，你也若不答应，那就做好永世沉沦、囚困于这深渊之下的准备。你的要求我可以答应，但不是以奴仆或臣主的身份去执行你的命令，而是以平等的合作者关系。你如果不愿意的话，可以把我封困起来，但你永远也不要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。我倒忘了你是剑修，你们人族的剑修过了这么久，还是这副宁折不弯的臭脾气。好，你的条件我答应。你想让我帮你找的是什么东西？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自然就会知道了。既然是合作，那就应该是相互的，你也应该给我点好处吧？你的好处当然有了，获得天阶技能深渊之力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肯定暗藏有某种深层代价。不过是某种防止你离开深渊坑后会反悔的小伎俩罢了。但你放心，只要印记继续飞把它从我身体中收回去，
否则就算我拿到了那件东西，也绝不会交给你的。就怕到时候你会沉醉于这力量的强大。以我现在的实力进去，可能在里面寸步难行。你有没有什么牛逼的神奇装备？你现在的装备确实有些太寒酸了。好贱！攻击力破13万的95级鬼气剑，比清明剑高出了10倍不止。光这一把无趣家的属性，都快赶上我进游戏以来刷到的总和了。60级灵气，属性比起黑龙剑差了许多。原来如此，算是给我开的小后门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！堂堂深渊女皇，竟然就拿这些破烂打发人，好歹也给我几件天气帮手吧。更好的装备我自然有，就算给你也没有用。我会先施法将你送到深渊外面，等你取到那样东西之后，再用这枚破戒符打开空间通道，把东西给我送过来。那我能不能在深渊里多住几天再走？或者你多给我几枚破戒符呗？毕竟咱们都已经是合作伙伴了，以后常来常往，说不定还有其他合作机会。最多给你2天半的时间。准备一下，1个小时后我会打开空间通道，送你出去。你今天不仅仅要送我一个人出去，还要发动怪潮，冲击长城。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为了把你送出深渊，本皇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，所以你最好能顺利把东西取回来，不然的话，女皇会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还剩最后1个小时，总不能空手回去。带点土特产回去，也算没白来。我去，深渊怪潮冲击长城，听起来就很牛逼。这可是第1个全服活动，油水肯定充足。兄弟们走起，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！这次活动倒是个难得的机会，狐狸的尾巴会露出来吗？老大，你快看等级天榜，任逍遥他！任无忧，他怎么了？他要冲回等级天榜了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谁能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老大，我们今天的计划要不要先暂缓一下？1不做2不休。无论任逍遥是否回来，国服的王者公会都只有1个。没错，怕个半！他任逍遥牛逼，咱们老大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就不信，凭咱们千秋家族在游戏里多年经营，这么多的精锐兄弟，还干不过他区区一个散人玩家用几天时间临时拉起来的队伍。时光中。还是外面这自由的空气，呼吸起来更加舒服。
君临天下这个坏种，不讲武德，竟然偷袭！啊，是关中王啊！跟我走，走！苏玉，北侧缺口被撕开了，慕容兄妹的人顶不住了，让出西侧防区，让他们退进来。你去通知慕容兄妹，我带人去补位。血牛奶妈！怎么回事？右翼怎么会突然失守？君临家族的出卖，右翼防线被千秋工业那帮杂碎卖了。鱼儿终于咬钩了吗？抽调人手，组成百人团，火速赶往右翼支援。你们神域怎么回事？连这点强度的怪巢都挡不住吗？胡说！明明是你们千秋工业的战线没有守住，被怪巢撕开了口子，连累我们跟着遭殃。你怎么能倒打一耙，还要不要脸？早就听说你们神域行事蛮横，仗着自己是全服第一个建立的帮派就横行霸道。刚才之事有目共睹，分明是你们千秋高业制造事端，恶意挑衅，却想往我们神域身上泼脏水。这顶蛮横霸道的帽子我们可不戴。如果你们千秋高业执意要与我们神域为敌，那么我们接着便是。老子不干了！我们加入神域是觉得这个帮派有前途，结果自从入会以来，每一天都不得消停。老婆，我入帮才不到3天，都因为 PK 掉了2级了，现在就连参加个游戏活动都不能消停。你遇到问题总说是人家的过错，为什么不找找自己的原因？全服那么多的帮派，偏偏和你过不去呢？我们神域的希望能够和帮派里每一位成员共同成长，打造一个国服一流的顶尖工会。我们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，需要大家同舟共度难关。但我把话说在前面，今天退出帮派的人，日后再想回神域就断然没有可能了。什么狗屁神域，任逍遥都被封印了，咱们还在这守着破城墙？就是，全服第一工会交到女人手里，迟早要玩完。每天正事不干，到处结仇，跟着他有什么前途？说得好，兄弟们，咱们不受这气，一起走！任逍遥，你的神域已经废了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千秋未央，好心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报仇雪刃杀！
就算你回来了，又能如何？沈玉已经元气大伤，几近半废，没有翻身的可能了。你这家伙在后面看了半天戏，终于舍得露面了。多亏了韵姐你演技逼真，帮我钓出这条大鱼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妹妹，这怎么是神功也撑腰？神玉刚接到这个买的老冤家，国府第一狠人的名头是生生杀出来的，人就很想遥遥领先绝对的王，这够前去功也黑无了。没错，是我让他道歉的。你们神域自己阵线防守不住，被怪物撕开了口子，让我们也跟着遭殃，10几个兄弟都因此掉级，难道不应该向我们道歉吗？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，你我心里与你争辩。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，我数3声，向我的副盟主道歉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未免也太霸道了吧！仗着自己实力过人，就要以势压人，威逼我吗？1。八爷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搞成这样子了？人不妖，久仰了。八爷性格有些鲁莽，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你。如果有什么误会的话，大家说开了就好。2。你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。我知道你是天榜第一，但我这天榜第2也不是吃素的。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吗？不好！飞过夜空，这让指尖停灭。我道歉！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我说我愿意向副盟主道歉，对不起，今日之事全都怪我，希望您够原谅我。既然他都已经道歉了，那就这么算了。月你啊，心地就是太善良，但这种人，你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他是不会长记性的。哼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, never know, never find, never sleep, never let you go. 你干什么？八爷明明都已经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杀他？我让他道歉，是为了让他口服。杀他是为了让他心服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！我知道你实力惊人，但也不能不讲道理，仗势欺人。整个国服，所有玩家的目光可都看着呢。天秋未央，你不用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任逍遥向来遵循一条原则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必斩尽杀绝。无论个人也好，帮派也罢，只要不来主动招惹，我绝不会刻意针对。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既然你指责我蛮横霸道，那我今天就满足你。我操！这是哪里疯了？这是哪里发生过事啊？你欺人太甚！我跟你拼了！
勇气都没有。今天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任逍遥跟所有人说几句话。游戏里面，无论帮派还是个人，出现摩擦、竞争都是正常的。如果是真刀真枪、正大光明的来挑战竞争，我和神域随时欢迎。最终输赢胜负各凭本事，我任逍遥绝无二话，也绝不会恶意报复。但如果搞阴谋诡计，从背后放冷箭暗算，那今天的千秋功业就是下场。怪不得任逍遥今天出手这么狠，原来是故意杀鸡儆猴啊！可笑千秋未央，机关算尽，结果没把人家神域搞垮，反倒是自己的千秋功业让人家灭了个干净。真把魔天杀这绑架，断藤立叶，遥遥领先。传令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踏入飞花城，不准和神域发生任何摩擦。早就知道任逍遥这个人不简单，却没想到竟然能厉害到这种。帅的家伙，要是抓回来当姐夫多好啊！可惜他和那个副帮主云梦飘一看关系就不简单，姐姐恐怕是没有机会。神域是我们大家在游戏里共同的家，绝不亏待任何一个愿意和帮派共患难的兄弟。今天所有留下来的兄弟，每人奖励1万帮派贡献值，1万贡献值，帮主万岁，神域永恒，千秋不灭。好了，活动还没有结束呢，机会难得，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回来，全力输出，争取多杀几只怪物，最后多拿一些奖励。所有人注意，左翼收缩，远程压制。看，喜欢吗？就会胡闹。你干什么？老大消失那么多天，终于回来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说呢。你跟老大说话，挑什么时间不行，非得现在？没看见老大正在和韵姐谈正事吗？不去就不去，那么凶干什么？小心以后没人敢娶。好看，你先在线上盯着吧，我下线去做午饭了。你这几天都没出屋，一会儿打完活动，赶紧下线过来吃饭。神元一去大交篇，风氏榜捧据卒鹰明学，持接天罡基础。原地解散。凭此刻实力，天葬之地是传说中埋葬了上古诸神的禁忌之地。进去之后能够自保就已经很知足了。没了你才好相配，你凉雨我在背，人间星过山与水，你憔悴，我听你音乐。是你温感笔墨，点我眼角之泪，愿你和相遇悲喜为谁？
补给材料可以用来作为打造灵气装备的主材，价值可谓十分不菲。在这天葬之地，竟然走几步就可以捡到，油水果然充足无比。他脑中闪过只在里面待了短短几分钟就获得了改变命运惊人造化。这次我可是专门就带了好几件储物法器进来，争取多装一点宝贝回去。什么玩意儿，偷袭老子！接受审判吧！玄师受自身实力限制，接触到的神话生性还并不太多。东方诸神将蓝星视为家园，披肝嗜血守护苍生，而西方诸神坚信整个蓝星所有生灵都背负着不可洗刷的深重原罪，意图接领天外之神降临蓝星，实行末日审判。仙法佛天一剑。万剑诀！终有一日，圣光将会净化世界，一切异端必将永遁炼狱。妈的，实力不行，逼起来没完没了，这帮鸟人真惹人烦。已升到50级，请尽快前往门派进行境界晋升，否等级无法继续提升。普通玩家至少需要2天才可能升到50级，从天葬之地回去后再转职完全来得及。第一个3转成就奖励，肯定没人能和自己争。这就是贝尔雷斯让我找的那件东西吗？关中王来了。莫非那东西竟然是活物不成？贝尔雷斯一直用东西称呼那件物品，自己下意识认为应该是死物，但此刻他竟主动朝自己移动。莫非并不是死物，而是一件拥有气灵的特殊神器？在这机缘造化随地可见的天葬之地，这么大一片剑修宗门遗迹，里面油水一定很足。哦，是关中王来了。一颗10万，这1800多颗，至少价值2个多亿。是关中王了。回去之后，让苏韵策划一次比拼选拔，挑选出100个忠心的剑修系玩家加以培养。至于多出来的灵果，可以放在帮派仓库，让成员们用积分兑换。8翼天使已是传说生物，至少120级以上的超级 BOSS 竟被一剑定死在此。当年此地究竟发生了何等惨烈的战争？哦，是关中王了。
这兔子怎么会出现在天葬之地？圣龙遗骨，太好了，简直就是天助我也！哼，怎么还有一只令人讨厌的虫子？咦？哼，你这小子倒不简单。既然如此，就更加留你不得了。喂，快看你身后！哼，狡猾的东方虫子，死到临头还想用那种不入如流的小伎俩来骗我吗？我要的东西就在这大鱼肚子里，快杀了它，给取出来！我会施法帮你暂时限制住它大部分力量，最多持续1个时辰。如果超过1个时辰还是杀不掉它的话，那么也就不要指望我收回你身上的印记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别说是2个时辰，就算给1天1夜，也不可能磨死这皮糙肉厚的家伙。深渊之力！能去吧，把拱手送走他。天罡现身。精通级天罡剑阵每秒约20道剑气，每刀勉强过万，秒伤大约在20万左右。深渊之力变身时长只能维持1个时辰，按此计算总伤害量大约是7亿点左右。7亿伤害恐怕连虚天神坤真实血量的1半都不到。这头怪物明显是血牛血，多半拥有恐怖的被动回血技能，想在短短2个时辰之内将其斩杀，几乎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贝尔雷斯这家伙果然有几分手段。既然这虚天神坤皮糙肉厚，从外面打不破，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从他背上生生砍出一口井来直通脏腑，钻到他身体内部攻击脏腑要害，说不定能起到奇效。剑来！一剑！调集全身精气神意，针对的不是肉身，而是元神精魂，对特殊怪物有奇效，正好是我缺乏的类型，弥补了最大短板。晚辈拜谢前辈传法之恩。
一定不负前辈厚望，将您的剑法传承下去，发扬光大。果然，就知道这大家伙没那么好杀，果然拥有回血技能。以我目前的秒伤，打掉的血量还没他回得快，这他妈的还让人怎么杀？诛仙境剑印。我没有暴风不雪落，谁的爱不疯？陪他不说平天高横与风，眼神燃烧不可流动。